大家好，这里是穷车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在2017年时，有一则关于沙特阿拉伯国王访华的新闻走红网路，原因是他访华时的排场简直豪华到让人无法想象。他带了500吨行李，1500人随行，150多名厨师，还带了2部镀金的专用电梯。波音747专机都是镀金的，这样无比奢华的阵势让不少中国人大开眼界。但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，它的土豪程度可远远不止这样而已。沙特阿拉伯执政的王室沙特王朝由15000名家庭成员组成，据估计总资产约为1.4万亿美元。可能你对1.4万亿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吧？在这里打个比方，1.4万亿美元平摊全世界70亿人口，平均每个人能够分到200美元。所以我们不要问中东土豪为什么爱炫富，因为人家的确是有钱。2017年，沙特阿拉伯全球最大的酒店 Aburash Khudai 正式开幕，耗资35亿美元，拥有12座高楼、1万间客房、70个餐厅，外加多个直升机场。饭店内还有购物中心、国际标准会议室，甚至里面提供的各种生活用品都是名牌货，吃的喝的都是极品美食。再看看建立在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，这所大学是沙特王室斥巨资100亿美元建成，而且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，老师请的是获得过诺贝尔、图灵奖的得主。校园内有自己独立的海水淡化工厂、露天游泳池、潜水俱乐部、高尔夫球场，随时可以开豪华游艇出游。学生宿舍都是海景房、独立别墅等，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房间和书房。这样的资源，这样的设备，简直让全世界看到都忍不住流口水了，好吗？2005年，沙特阿拉伯的一位14岁的小王子跟着他的父亲来到了英国伦敦旅游，看到了白金汉宫，心里很是喜欢，朝着样子要用自己的银行卡把它买下来。那时他的银行账户里面已经有16亿美元，他每周的零花钱是600万美元。父亲劝了他好久，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小王子十分沮丧。接着，小王子和父亲被英国王室接见，小王子又想买下列队欢迎的仪仗队皇家卫兵。2004年，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尔瓦利德花了5亿美元订购全球最豪华的私人飞机。2013年，王子法赫德为了庆祝他完成学业，邀请了60几个同学，包下了整个巴黎迪士尼乐园，在里面狂欢3天3夜，花了大约5亿台币。2016年，沙特阿拉伯土豪土耳其本阿卜杜拉开着他的金色奔利、兰博基尼、劳斯莱斯亮相伦敦街头，引起轰动。今年1月底，一位沙特王子给他80只猎鹰，每一只都买了飞机票，包下了整个客舱。注意，是客舱，不是货舱，而且不用鸟笼，这待遇简直比人还要好。据称，飞机上的每一只老鹰价值2万美金。2018年，沙特阿拉伯就在计划修建一条史上最昂贵也是最霸道的运河。这条名为萨尔瓦运河的河流总长度为60公里，这样的长度在人工运河中并不算太过夸张，但是它的造价却达到了10亿美金。这样算下来，萨尔瓦运河的每公里造价就接近1亿人民币了。这样的价格对建造运河来说也太昂贵了。或许也只有中东的土豪才能如此轻松地建造这样的工程吧。那又为何说这条运河霸道呢？实际上这也和当地的地理情况有关。如果打开当地的地图，你会发现，若是这条运河真的建成了，那么与沙特相邻的卡塔尔就会被整条运河截断陆路交通。也就是说，在运河建成之后，卡塔尔这个半岛国家会变成真正的岛国，这对卡塔尔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。陆路航线被切断，其经济和贸易就会受到影响。难道卡塔尔就没有抗议吗？事实上，当然有呢。但是对沙特来说，这也无关紧要，因为这2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已经反目成仇了。沙特人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之一。沙特人口不到3000万，超过2/3的人民年龄在30岁之下。
他们教育免费，医疗免费，丧葬免费，贷款不用利息，也不用缴税。沙特的圣地麦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，是伊斯兰教徒朝觐的圣地。在沙特阿拉伯，几乎每天都有信徒朝圣，每天都有石油输出，每天都有王子诞生。再看一些当地人的生活水平，在沙特阿拉伯，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的工资就有2万到3万里亚尔，差不多13万到22万台币，而且他们的工资不用纳税，完全归自己所有。你说我们还能不羡慕吗？好了，这一集的穷车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把小铃铛按下去，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